嗨，我是 BT。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自我推荐一下。如果喜欢这系列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哦。这次影片我不敢说是针对希尔的人物志，因为内容有一半跟希尔都没有太多关系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都是希尔的经历，所以还请大家多多见谅。总之，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希尔登场时，多少会有一些疑问，像是希尔为什么会被困在量子之海？希尔胸口前的痕迹是什么？希尔的另外一个人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诸此之类的问题，游戏中没有很好的说明希尔的过去。不过米哈游其实是有出崩坏3的漫画，漫画的内容比较像是角色前传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舰长们可以去看看，这边就不多赘述。我们直接进入这次主题。希尔福勒爱个性文弱、安静，对暴力充满抵触与抗拒，这点也反映在崩坏能的操控上。当时可可利亚会定期测试孤儿院里孩子们对崩坏能适应性与操控性，好让这些适应良好的孩子投入 X10人体实验。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布洛尼亚，希尔在这方面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很好的控制，所以马上就被可可利亚排除了。但实验开始之前出了意外，布洛尼亚被另外一位竞争者辛马尔给弄伤了。辛马尔在楼梯口推了布洛尼亚，让布洛尼亚摔下楼，并针对膝盖攻击。这一幕恰巧都被希尔看见，但希尔却不敢上前制止，只能任由辛马尔蹂躏布洛尼亚。希尔对这件事非常自责，认为布洛尼亚会受伤完全都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造成的。所以当天晚上，在另外一个人格的鼓吹下，希尔决定与辛马尔当面谈谈这件事情。只是刚见到辛马尔之后，希尔却无法好好的与对方沟通，反倒辛马尔一边嘲笑希尔的软弱，一边鄙视希尔与布洛尼亚的姐妹感情，甚至压倒希尔，打算更进一步的伤害他。希尔虽然害怕，但更害怕伤害辛马尔。这时意外发生了，另外一个人格直接强行占据身体主控权，并限制辛马尔的动作。辛马尔看着眼前的希尔，散发出与以往不同的恶意。这时希尔出手刺激辛马尔的大脑，辛马尔甚至来不及哀嚎就失去意识了。希尔对辛马尔的表现非常失望，以为可以再玩久一点。不过有另一件事情吸引2位希尔的注意，那就是 X10实验的候选人名单。希尔急忙的去找可可利亚，可可利亚很意外希尔会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但希尔一开口就是询问实验的详细内容。可可利亚先是惊讶，但这也不是什么必须隐瞒的事情。可可利亚告诉希尔 X10实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，一切都是为了更了解崩坏而进行的实验。希尔虽然明白这个实验对人类有多重要，但他无法接受布洛尼亚是这次的候选人，所以希尔亮出胸前的痕迹，并要求自己能代替布洛尼亚接受实验。可可利亚看见希尔胸前的痕迹非常吃惊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圣痕。然而更惊讶的是，希尔居然能够很好的控制浓度极高的崩坏能。见到如此景象，可可利亚也无法拒绝希尔的请求，很快就答应了。到了实验当天，得力于希尔身上的圣痕，让实验初期非常顺利。但是到了中期，希尔的崩坏能超出可控范围，可可利亚甚至想终止实验，但奇迹发生了，原先失控的崩坏能逐渐稳定，但希尔也因此进入量子状态，甚至掉入量子之海中。ここは希尔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身在一处似曾相识的地方，眼前是一位头上有一对狐狸耳朵的人，名叫鹰。此时的鹰正急忙寻找自己的妹妹，因此吓到非常怕生的希尔。鹰注意到之后，收起先前焦急的样子，转而表现出让希尔熟悉的温柔。那温柔的感觉让希尔想起布洛尼亚。虽然鹰没有找到自己的妹妹，但也不能放着希尔不管，所以决定带着希尔一起寻找自己的妹妹。鹰首先想到可以去设施内的档案室寻找妹妹的下落，两人小心翼翼地躲过设施内的警报器，并且顺利来到电梯口。到了档案室之后，眼前正好有一位守备机甲，鹰表示有办法通过守备机甲的审查，只希望希尔能够相信自己。随后马上就走到机甲面前，鹰熟练地报出身份编号，机甲很快的就辨识出眼前的人物正是烛火之儿的战士。鹰接着说明来意，表示抓到逃跑的实验体。经梅博士的指示
示需要到档案室查询这个实验体是从哪里逃出，但机甲却表示没有接收到此项命令，所以无法让鹰通行。虽然鹰不希望打草惊蛇，但急于寻找妹妹，所以也无法顾虑太多，只告知希尔只能强行突破，要希尔不要离自己太远。不过希尔表示自己也能战斗。之后鹰二话不说，拔刀把眼前的机甲给劈成两半，果不其然触发了警报，引来更多守备机甲围捕。虽然敌人众多，但是面对2个非常人的战士，这些守备机甲还是无法阻挡鹰与希尔的步伐。一路清理完拦路的守备机甲后，2人顺利来到档案室。趁等待资料结果的同时，希尔也借由档案室的资料了解自己到底身在何处。在一番尝试之后，希尔总算找到一份可以浏览的资料。资料中提到第11律者所造成的损害，以及烛火之蛾与融合战士，其内容整体想表达的资讯非常的绝望与讽刺，但这对希尔来说已经足够了，至少可以确定现在正身处在某个世界炮之中。希尔得到想要的资讯后，趁空档之余找鹰闲聊，其中希尔提到鹰对这个设施非常熟悉，鹰只是回答自己曾经也是烛火之蛾的一员，然而现在烛火之蛾是自己的敌人。刚讲完，鹰所需要的资料出炉了，接着2人继续赶路，只是在路途中遇到对鹰来说最棘手的人。さくら、やめるんだ。凯文并没有攻击，只是劝说鹰不要冲动行事。虽然鹰也不想与凯文一战，但是护妹心切的鹰并不打算退让。就这样，双方开始一番激烈的争论。凯文表示，鹰的妹妹身上有明确的特殊崩坏能反应，如果鹰贸然行动的话，等同于背叛人类。鹰则鄙视的表示，崩坏能反应并不能代表什么，所有融合战士身上都有特定崩坏能反应，而自己的妹妹并没有出现律者会有的症状，代表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凯文没有正面回应鹰的说法，只是提出第11律者所带来的伤害还没愈合，如果贸然行动的话，恐怕会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。希望鹰能够相信梅博士的决策。说到这，鹰反而更生气的表示，自己是相信梅博士的为人，但是无法相信烛火之蛾这整个组织。凯文很清楚鹰所说的都是事实，但由于任务在身，凯文不会伤害鹰，同时也不能让鹰通过。但是鹰并不这么想，如果凯文执意要阻挡自己的去路，那么再怎么样也会拼死一搏的杀出一条血路。就在鹰正要出刀的一瞬间，袭击警报响起了。凯文接收到其他任务后，很快就离开了。鹰松了一口气，但是走了一段路之后，设施内竟然出现死士。清理完死士后，鹰赫然发现这些人都是设施内的人。同时，希尔突然觉得体内的崩坏能开始失控。鹰就这样被希尔拉进了异空间，别无他法的鹰只能一边应战，一边试图唤醒希尔。经过一番苦战后，总算把希尔拉了回来。苏醒过来的希尔发现自己又失控之后，非常自责。这时，鹰只是温柔地安慰希尔：ゼーレ、力を持つことで自分を責める必要はない。いつかそれは汝の一部となるのじゃから。誰にでも守りたいものはある。それは強さとは関係がないことじゃ。どんなに弱い人でも自分の大切な宝物を守ることはできる。ゼーレも何があっても失いたくない。何を犠牲にしてでも守りたい。そういう思いがあったのじゃろう。その瞬間、汝はこの世界で最も強い人じゃ。之后，2人继续赶路，到了关押妹妹的楼层后，希尔先是看见一片血迹，鹰则是要希尔自己小心后，就开始寻找关押妹妹的牢房。但是当鹰找到妹妹时，等待她的却是如果自己能够再早一点到的话，鹰不断用同样的话语自责。
此时死士又开始聚集，希尔不断呼唤着鹰，可是都没有反应。别无他法的希尔只能为鹰争取时间，但是死士的数量实在太多。就在希尔快要挡不住时，凯文出现了，并且一瞬间就把所有死士都清理掉了。凯文像是知道结果一般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鹰。这时希尔挡在凯文与鹰之间，请求凯文不要再伤害鹰了，而且鹰的妹妹也是无辜的。虽然凯文本来就不打算对鹰做什么，但是不认同希尔口中的无辜。凯文解释，不论下手的人是被控制的也好，被逼迫的也罢，只要确定鹰的妹妹是绿者之后，那么他的结局早就已经注定了。这就是人类对崩坏的憎恨。这时凯文收到梅博士的指示，事情还没结束，绿者并没有被消灭。梅博士原先以为第12绿者只是某种病毒，但实际上是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救急病毒，能够感染人类或是机械。最严重的是，现在防御系统已经被完全入侵，绿者打算发射核弹。话还没说完，通讯设备也完全被入侵，无法使用了。不过刚刚所说的都被鹰听见了，鹰只是问凯文自己的妹妹在哪里。凯文与希尔都极力劝说鹰不要去，但鹰只说希尔一定能理解自己，而且也不会阻止自己。这时希尔提议想跟鹰一起去，但鹰只是说声对不起。一道白光闪现出来，鹰就这么消失了。白光散去之后，希尔急忙请求凯文去帮助鹰。凯文沉默片刻后表示没有必要了。此时通讯恢复了，梅博士总算把第12绿者封印在黑盒子内，这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，但凯文只是缓缓地说，希望梅博士给自己一点时间处理一些事情，于是就带着希尔找到了鹰。鹰已经不行了，可是还是注意到凯文与希尔的气息。鹰缓缓说出自己陪着妹妹走完最后一段路了，还说姉としての誇りを守れた。然后鹰含着笑容断气了。一道闪光后，希尔发现自己回到了量子之海。此时希尔才意识到刚刚的经历都是凯文的回忆，凯文只是冷冷的回应，这些都只是与同伴的回忆，被托付的意志，以及所有人期许的未来。在量子之海沉睡的这1500年来，不断的提醒自己人类曾经被崩坏灭绝的事实。这时布洛尼亚也刚好找到了希尔，虽然是感人的重逢，但是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凯文对眼前的绿者没有半点敌意，反倒还有些敬佩。凯文表示，困在迷宫的这段期间，看到了瓦尔特的过去，虽然难以置信，但理之绿者确实是目前所知第一个为人类存亡而战的绿者。同为对抗崩坏的同志，应该要携手合作。但布洛尼亚不相信凯文所说的任何话，而瓦尔特表示无法认同世界蛇的做法，所以凯文也不再多说什么。ブローニャ在地区、君は無数の世界の泡を越え、膨大な負担をその身に抱え、ここへとやってきた。君の体はとっくに君の意志に追いつけ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。へえ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瓦尔特利用绿者核心重构自己的肉体再次现身。凯文很敬佩眼前的这些人，更甚至邀请他们一同加入世界蛇。但是众人很快就拒绝凯文的邀请。凯文表示他们太天真了，完全不理解崩坏的恐怖。接着又说自己将会统帅全人类，完成先驱者的使命。然后凯文就消失，回到现实了。凯文离开后，迷宫空间开始崩塌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姉ちゃん、ブラディお姉ちゃん。
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。扉はもう開かないわ。もう助けられない。ブローニャお姉ちゃん、行かない。ベイルは行かない。もういいのよ。一緒に海を見に行くって約束したのに。動いて。ずっと私たちを守ってくれたお姉ちゃんを助けに行こう。ほんと仕方ないわね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一緒にお姉ちゃんを助けに。お姉ちゃん、ブローニャお姉ちゃん。セーレなのですか？ブローニャお姉ちゃん、もう二度と離れ離れにはならないから。彼女の遺体を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た。しかしそこにたどり着いた時、僕が目にしたのは何もないハイドだった。律者は地下の格納庫を掌握して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、人類に残されたたった3つの都市を破壊した。僕はハイドと化した広場に立った。僕の目には一片の桜も映らなかった。燃え尽きた大地に立ち、僕は彼女に全ての人々にそう約束した。どんな対価を支払おうとも必ず人類を崩壊に勝たせると。